睁开眼睛，房间里一片漆黑。他伸手摸向床头柜，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凌晨3点33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这个时间醒来了。最近几个月，李明发现自己经常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莫名其妙地醒来。起初，他以为是失眠或者是工作压力作祟，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每次在这个时间段醒来，他都感觉异常清醒，仿佛大脑被某种神秘力量唤醒。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时刻，他常常会突然获得对某个问题的洞见，或者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李明开始好奇，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更深层的含义？他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意识觉醒的视频，于是他决定深入探索。他的搜索最终将他引向了神经科学家和作家王教授的研究。王教授的观点不仅解答了李明的疑惑，还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自我认知和宇宙奥秘的大门。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我们一起同修福慧。王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你并不是在经历失眠，你正在经历一次觉醒。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李明的心灵。他开始意识到，这个他曾经认为是烦恼的现象，可能实际上是一份礼物。王教授解释说，凌晨3点到5点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窗口，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从古埃及的祭祀到中国的道士，从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到欧洲的修道士，许多文化都将这个时段视为灵性觉醒的黄金时期。但这不仅仅是古老的智慧，教授继续说道，现代科学也开始理解这个时间段的特殊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褪黑激素。我们身体的睡眠激素在凌晨2点至4点达到峰值。这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醒来，还揭示了这个时期的特殊生理状态。王教授说，想象一下，在这个时刻，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宁静的湖面，平时我们的思绪就像湖面上的波浪，不断起伏。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湖面变得异常平静，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湖底的一切。李明开始理解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常常有深刻的洞见。原来，在这个宁静的时刻，他的大脑进入了一种特殊的接收状态，能够接收到平时被日常喧嚣所掩盖的信息。但王教授的下一句话真正改变了李明的人生轨迹。这个时刻不仅仅是接收信息的时刻，更是重新编程的黄金时期。教授解释说，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不断循环播放的磁带，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的每一次经历，每一个情感和每一个想法都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塑造了我们的感知反应，最重要的是塑造了我们的选择。但是，王教授的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在凌晨3点到5点这个特殊的时刻，你有机会重新编写这个磁带。李明被这个想法深深吸引，他
他开始想象，如果他能够利用这个时刻来重新编程自己的大脑，他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王教授继续解释道，每天早晨醒来，我们都面对一张白纸，但大多数人无意识地选择日复一日地重画同样的画面。他们思考相同的想法，体验相同的情感，遵循相同的历程。但是如果你能够利用这个特殊的时刻来设定新的意图，你就有机会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李明决定尝试一下。第二天凌晨，当他在3点30分醒来时，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烦恼或试图强迫自己入睡。相反，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深呼吸，让自己的身体完全放松。然后他开始想象自己理想的一天。他看到自己充满活力的工作，与同事融洽相处，晚上回家后有足够的精力陪伴家人。他不仅仅是想象这些场景，更是用所有的感官去体验它们。他能听到同事的笑声，感受到完成工作的满足感，闻到家里晚餐的香味。令李明惊讶的是，当他睁开眼睛时，已经过去了将近1个小时，但他感觉比平时睡了一整夜还要精神。更令他惊喜的是，那天的经历与他早晨想象的惊人的相似。受到鼓舞，李明决定继续这个实验。每天凌晨，他都会利用这个特殊的时刻来设定意图，想象理想的场景，有时甚至会进行简短的冥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明注意到自己的生活开始发生微妙但深刻的变化。他变得更加平和，更能应对工作中的压力。他的创造力似乎被激发了，常常冒出新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他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平静和满足感。一天晚上，李明参加了王教授的一场讲座。讲座结束后，他鼓起勇气上前与教授交谈，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教授微笑着听完李明的故事，然后说道：“你知道吗？你所经历的正是古人所说的与宇宙共舞。”李明一脸疑惑，教授解释说，现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正在揭示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的振动。这意味着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这个巨大的宇宙能量场的一部分。当你在那个特殊的时刻醒来，设定意图，想象理想的场景时，教授继续说道，你实际上是在调整自己的能量频率，与宇宙的创造性能量场产生共鸣。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如此轻易地创造出与你的想象相符的现实。李明感到一阵激动涌上心头，他开始理解他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个人成长，更是一种与整个宇宙的深度连接。但记住，教授最后说道，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有些变化可能会迅速发生，而有些则需要持续的实践和坚持。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好奇和感恩的心态。从那天起，李明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那个特殊的时刻。每当他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醒来时，他不再感到烦恼或焦虑，相反，
他带着期待和感激迎接这个宇宙的邀请，开始他的觉醒之旅。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明不仅重塑了自己的生活，还开始影响身边的人。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注意到了他的变化，纷纷好奇地询问他的秘诀。李明微笑着分享了他的故事，鼓励他们也去探索那个特殊的时刻。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场觉醒的旅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与宇宙的节奏共振，创造出超乎想象的美好生活。下一次当你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醒来时，不要烦恼或担心，相反，请微笑着迎接这个宇宙的邀请，开始你自己的觉醒之旅。谁知道呢？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与宇宙更加和谐共舞的自己。而这个发现可能就是从一次不期而遇的凌晨醒来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仅在工作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旅程就此结束，相反，每一天都带来新的发现和挑战。一天晚上，李明又一次在凌晨3点15分醒来。这一次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波动。他闭上眼睛，深呼吸，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宇宙漩涡在他的心灵视野中展开，五彩斑斓的能量在其中旋转交织成复杂的图案。李明惊讶地发现，他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宇宙漩涡的一部分，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种情绪都在这个能量场中激起涟漪。就在这时，他听到了王教授的声音：李明，你正在经历量子场的直接体验。李明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坐在一个宏大的演讲厅里。台上的王教授微笑着看着他。这是在做梦吗？李明困惑地问道。也许是，也许不是，教授神秘地回答。但重要的是，你正在接收到来自更高意识层面的信息。让我们继续探索吧。王教授开始解释量子场理论。他说，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现实是由无数种可能性组成的。这些可能性存在于一个被称为量子场的能量海洋中。关键的是，这个量子场会响应观察者的意识。你刚才看到的宇宙漩涡，就是量子场的一种视觉化表现，而你感受到的能量波动，则是你的意识与这个场的互动。李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开始理解为什么他的生活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每天早晨，当他在那个特殊的时刻设定意图时，他实际上是在直接与量子场互动，从无数的可能性中选择和创造他的现实。但是李明问道，如果我们都有这种能力，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他们理想的生活呢？教授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就是为什么觉知如此重要。大多数人在睡梦中度过他们的一生，被旧的思维模式和情绪反应所束缚。他们就像是被困在自己创造的迷宫中，却不知道自己才是迷宫的设计者。
李明突然想起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他也曾经被困在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中，感到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那么关键是要保持觉知。李明问道。没错，教授回答，但不仅仅是普通的觉知，我们需要培养一种量子觉知。量子觉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不仅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还意识到这些内在状态如何与外在现实相互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自己作为创造者的力量。想象你是一个魔术师，教授说，你的魔掌就是你的注意力，你将注意力集中在哪里，能量就流向哪里，现实就在那里显现。李明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个凌晨的时刻如此特殊。在那个宁静的时刻，外界的干扰最少，他可以更容易地进入这种量子觉知状态。但是教授继续说，真正的大师不会局限于特定的时间，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入这种状态。这就是你下一步的挑战，李明。李明感到既兴奋又有些害怕，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似乎读懂了李明的想法，教授温和地说，别担心，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开始时，你可以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更多的量子时刻。教授建议李明可以尝试以下方法：一、正面呼吸，在一天中定期暂停几分钟，专注于呼吸，这可以帮助你重新调整到当下的瞬间。二、感恩练习，每天花些时间感恩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感恩可以提升你的能量频率，使你更容易与量子场共振。三、身体扫描，定期关注身体的感觉，这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连接到当下的瞬间，也可以帮助你觉察可能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四、创意可视化，不仅在早晨，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就花几分钟想想你理想的结果。记住，在量子层面，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五、同步性日志，记录生活中的巧合和同步性事件，这会训练你的大脑更多地注意到这些量子场的暗示。六、情绪管理，学会觉察和管理你的情绪，情绪是强大的能量形式，可以深刻影响你与量子场的互动。七、直觉训练，学会信任和跟随你的直觉，直觉常常是更高意识层面的指引。李明认真地记下了这些建议。当他再次抬头看向教授时，他发现自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晨光已经开始透过窗帘。他看了看手机，凌晨5点30分。他微笑着起床，准备开始新的一天。他知道，从今天开始，他的生活将不再相同，每一刻都是一次与宇宙共舞的机会，每一个选择都是在创造新的现实。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李明努力将教授的建议付诸实践。起初，他常常会忘记，陷入旧的思维模式，但他并不气馁，而是温和地提醒自己，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慢慢的，他开始注意到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变得更加敏锐，能够察觉到以前忽视的细节。他发现自己更容易进入流动状态，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开始经历越来越多的巧合和同步性事件。有一天，他正在思考一个棘手的工作问题，就在这时，他的目光无意中瞥见了办公室墙上的一幅画，画中的图案突然让他想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创意的突破让他兴奋不已。李明开始理解，这不仅仅是关于早晨那个特殊的时刻，那个时刻只是一个入口，一个唤醒他内在力量的出发点。真正的魔力在于保持这种觉知，在每一刻都与宇宙能量场保持连接。他开始将这种觉知带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与家人相处时，他变得更关注当下，更能感受和表达爱。在工作中，他不再被问题所困扰，而是将每个挑战视为成长和创新的机会。一天晚上，李明又一次在3点33分醒来。这一次他没有刻意去做任何事，他只是躺在那里，感受着自己的存在，感受着与整个宇宙的连接。在那一刻，他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喜悦。他意识到，这就是真正的觉醒，不是要到达某个特定的目标，而是拥抱每一个当下的瞬间。在这个意识中，过去和未来都融化了，只剩下纯粹的存在。李明明白，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每一天都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每一刻都是重新选择的机会。但现在他不再惧怕未知，相反，他带着好奇和期待，拥抱每一个新的体验。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时，李明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感到充满活力，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他知道，无论今天会发生什么，他都有能力创造美好的体验。因为现在他明白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我们不仅仅是宇宙的观察者，更是宇宙正在通过我们体验自己。每一个思想，每一种情感，每一个选择，都是这个宏大宇宙舞蹈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看似普通的凌晨醒来。随着时间流逝，李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觉醒之旅不仅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还开始影响他周围的人和环境。然而，就像所有的成长过程一样，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一天，李明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公司突然宣布要进行大规模裁员，而他的部门首当其冲。往常这样的消息会让李明陷入恐慌和焦虑，但这一次他决定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那天晚上，李明特意设置了闹钟，在凌晨3点30分醒来。他静静地坐在床上，深呼吸，让自己进入那个熟悉的宁静状态。然后他开始观察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就像观察天空中飘过的云彩。恐惧来了，他承认它的存在，但并不试图抵抗或逃避。焦虑来了，他也同样以开放和接纳的态度迎接它。慢慢的，这些情绪开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平静。在这种平静中，李明突然获得了一个洞见：裁员不仅是一个危机，更是一个机会，一个重新定义自己、探索新可能性的机会。第二天早上，
李明带着全新的能量和视角来到公司，他主动找到了自己的主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重组部门，将重点转向一个新兴的市场领域。李明的热情和创新思维给主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周后，不仅李明保住了自己的工作，他的提议还被采纳，成为公司新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这个经历让李明意识到，他可以将量子觉知应用到生活的每个方面，包括职场。然而，李明的转变并非只局限于工作，他开始注意到他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变得更加耐心，更能倾听，更容易感受和表达爱。有一天，李明的妻子小芳好奇地问道：“亲爱的，你最近变化很大，发生了什么吗？”李明微笑着决定与妻子分享他的经历。起初，小芳有些怀疑，早上3点起床冥想，这听起来太玄乎了。但看到丈夫的积极变化，她决定保持开放的态度，也许我也该试试。让李明惊喜的是，小芳真的开始尝试早起冥想。虽然她没有每天都能坚持，但即使是偶尔的练习，也开始给她带来积极的变化。慢慢的，李明和小芳的家庭氛围变得更加和谐，他们开始有了更多深入的交流，共同探讨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他们甚至开始一起参加一些冥想工作坊，加强他们的理解和实践。然而，正当李明觉得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生活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他的父亲突然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将李明拉回到现实的残酷中。所有的冥想实践和量子理论似乎都变得苍白无力，李明感到迷茫和沮丧。在父亲住院的日子里，李明几乎忘记了他的早晨时间，他的生活重新陷入了焦虑和恐惧中。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在医院陪护父亲时，无意中在凌晨3点醒来。习惯性的李明开始深呼吸，在医院的寂静中，他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连接。他感觉到自己、父亲、医院里的每个人，甚至是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巨大能量场的一部分。生命和死亡，喜悦和痛苦，都只是这个能量场的不同表现形式。在那一刻，李明领悟到，真正的平静不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安宁，而是源于内心对生命全貌的接纳。即使在面对生命中最大的挑战时，我们也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和回应。这个领悟深深地改变了李明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他学会了如何在悲伤中保持平静，如何在无助中找到力量。他珍惜每一刻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不再被对未来的恐惧所困扰。当父亲最终安详地离世时，李明感到一种奇特的平静。他明白，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在葬礼上，李明做了一个感人的悼词。他不仅讲述了父亲的生平，还分享了自己近期的领悟。他谈到了生命的无常，
以及如何在无常中找到永恒。他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每个人。葬礼后，许多亲朋好友来找李明询问他是如何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保持平静的。李明意识到他的经历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与他人分享。于是李明开始在社区中心开设小型工作坊，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早晨实践和量子觉知来应对生活的挑战。他的课程很快就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体验到积极的变化。一天，当李明正在为下一次工作坊做准备时，他收到了一封意外的邮件，是王教授的助理发来的，邀请他在教授的下一次大型研讨会上分享他的故事。李明激动地接受了邀请。当他站在台上面对数百名观众时，他回想起自己的旅程，从一个困惑的上班族到现在站在这里与他人分享智慧，这一切都源于那个看似普通的凌晨醒来。李明对观众说，每个人都有能力重新编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关键是要认识到，我们不仅是故事的主角，更是故事的作者。每一个清醒的瞬间都是重新选择的机会。演讲结束后，王教授亲自走上台，给了李明一个热情的拥抱。你不再是学生了，李明。王教授微笑着说，你已经成为了老师。当天晚上，李明躺在酒店的床上感慨万千。他闭上眼睛，感受着体内流动的能量。他知道这不是旅程的终点，而是新的开始。就在他即将入睡时，他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是一条来自小芳的消息。亲爱的，猜猜我现在在做什么？是的，我在3点33分醒来，正准备开始我的早晨冥想。P.S. 我爱你。李明微笑着回复，我也爱你，享受你的量子瞬间。他放下手机，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在黑暗中，他仿佛看到了无数的光点，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觉醒的灵魂。他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加觉知，更加充满爱，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简单的选择，在凌晨醒来时，选择保持觉知，选择与宇宙共舞。李明闭上眼睛，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期待。他知道明天醒来时，一个全新的冒险正等待着他。因为在量子世界里，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每一刻都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灵性觉醒。祝福灵性觉醒之人，愿智慧与慈悲常伴你左右，愿你们始终给身边众人的生活带来阳光。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上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